我是大将军的小妾，夫君出征3年，我就躺了3年，直到老夫人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大将军战死沙场，却连个后人都没有。快送人去前线，留下血脉！这些越是往我跟前凑的，我越是不好把控。就你了，你换好衣服，跟我去前线。啊，我不得已，我只能跟着主母赵氏去往前线。哟，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，绑起来！那几个小子的皮相也好，一起带回去。大哥，麻烦你们绑的时候轻点儿，我会积极配合的。这小娘子怕不是个傻子？我不就是多看了几眼，有必要把我当成色狼一样吗？怪伤人自尊的。都老实待着，谁敢跑，老子剁了谁！想不想逃出去？怎么？你有办法？有。哦，你别不信啊，我真有办法。我不只能带你出去，还能让你发大财，你信不信？这地下2尺是一个古墓的耳室，你信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黑漆漆的，你直接就抓住了我，你是练家子？我的确去学过几年功夫。你说这下面有古墓？对，你要和我合作一起逃出去吗？好。我在下马车的时候，顺便观察了一下这座古庙的地理位置。从堪舆学来说，这里不应该是建寺庙的地方。堪舆学？风水，就是你们平常说的风水的意思。你年纪轻轻，还懂这个？略知一二，不算很懂。继续说。寻龙千晚看缠山，一重禅室一重关。关门若有千重锁，定有王侯居此中。从堪舆学来说，这个位置应该有一座大墓，而现在这里居然修建了一座寺庙，这就说明修建寺庙的人对这个大墓的主人深恶痛绝，不惜建一座庙宇来不受控制的阴魂。我们花费这么长的时间，却寻不着的地方，居然被这不起眼的少女一语就道了出来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个在客栈里说过，咱们就不耽误时间重复纠结了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先说说我的计划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山匪嘛，要的不就是钱财？那我们就来个利诱。明天一早，山匪来送饭的时候，我便告诉他们这下面有古墓，我们佯装带他们寻宝，先进入墓地里，然后再……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这些山匪不配知道这个大墓的存在。
发信号，让兄弟们攻进来，里应外合，一举荡平这匪窝。大哥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1等1的良民，开玩笑是我不对，但也罪不至死，你说对吧？玩笑不玩笑的，挖了就知道。你说对吧？臭小子说话嘲讽我，这种人就该判无期徒刑。匪徒共计73人，就地斩杀46人，活捉27人。派10个人处理尸体，20个人押送匪徒回城受审，另5个人送肉票下山。是。在这里开始挖掘。大哥，我也是肉票，我觉得我也有资格坐马车回家。要是下面没古墓，别说坐马车了，老子的战马给你骑回家。倒也不用这么客气。那如果有古墓呢？有的话，你刚才说要带我发大财，那总得带我把财宝都挖干净了，对吧？带你发财，那是见你长得好看。谁知道你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，披着好看的外衣，就是为了引诱猎物的。老大，找到了，果然有古墓。还真是古墓的耳饰，你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家传绝学，我就会这么一丁点皮毛。你说这里面机关重重，走吧，你带路。大哥，钱财身外物，尤其是这些墓里挖出来的，都是有灵性的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能上交，有国运加持，自然没什么影响。但是私自收下，你的废话一直是这么多吗？我这不是看大哥你印堂发黑，一看就是倒霉相，所以替你担心嘛。我要是你，明知道里面机关重重，如果遇到危险还需要我们来救，就不会逞着口舌之快。大哥，我错了。瞧你这点出息。我就是个路人，和出息比起来，当然是命要紧。把东西搬回去搜，图纸应该就在这间墓室里。是。财宝都在这儿了，我算乖乖的完成任务了吧？把东西搬回去。是。拿着，算你带路的酬劳。入墓不走空，这小郎君懂得不少啊。不过可惜了，就是不懂货。果然啊，帅哥都上交国家了，衣服下面肯定有8块硬邦邦的腹肌。老大，我觉得这个姑娘对你有意思。你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再去墓室里再找找。按理说东西应该在墓室里才对。兄弟们已经找遍了整个墓地，都没找到图纸。你说这云侯墓里真有那图？金银财宝皆在，说明这墓没被盗过。继续找，那东西绝不能落在漠北人手中。是。
老大，先前那波押送山匪下山的兄弟出事了，还没到山脚就被漠北的大部队围了。咱们10-20个人完全不是漠北大部队的对手，兄弟们拼死给我杀出一条血路来给老大报信，除了我，兄弟们全死了。漠北来了多少人？千人之众，这里只有不到100个人，敌方1000，武力悬殊太大了。所有人留下遗书，杀出去就能活，杀不出去，那就是命。与其被凌如致死，倒不如我先一刀杀了你，既免去你百般受辱，也护住我朝颜面。谢谢你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别怪我心狠，你若落到漠北人手里，死状比这凄惨100倍。大哥，我对以少敌多的战术略通一二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将军，刚刚寻找墓穴，他也说略懂一二，结果他直接就找到了。这姑娘不简单。说吧。以少敌多的良谋，无非是扭转不利站位，寻求生机。有外援时可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；没有外援就分而化之，夹缝迎敌。你一个后宅女子，怎么知道兵书里的策略？略通一二罢了，这个不重要。我问你，以你们的实力，可以对付多少漠北人？咱们边城将士以1敌3，自是没有问题。咱们顺风位可以先用火攻，再用财宝把敌人吸引到4个方位，选8人分4队，带着财宝分开逃。敌人分开之后，剩下的人选敌人少的一条路杀出去。不过作为诱饵的这8个人极其凶险，怕是有去无回。我要做诱饵，我要做诱饵，我去，送我一个。你们几个负责做诱饵，你们的家人，我会好好善待。会杀人吗？不会就学，小心点儿。这匕首是给你杀人用的，不是让你自杀的。哦，大哥，如果我们杀出去活下来的话，这把匕首就是我的了吗？哼，想要？要不这样，你亲我一下，这匕首我就送你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不但能轻薄帅哥，还能得到宝物。你，是你说让我亲，我才亲的。一会儿趁乱把那丫头杀了。将军，您刚才不是说那姑娘是个人才？您还说这姑娘会定穴寻墓，留着她还有用。将军，一个大老爷们儿被姑娘亲一口，多大点事儿？将军，难不成你以前没和姑娘亲过嘴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老子后院17、18个女人。倒也是，将军府里那么多小妾，将军肯定身经百战。那当然。行了，去准备迎敌吧。哎，那些人，老子压根连看都没看过。死丫头，不知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。我就开个玩笑而已，他还真敢上嘴。
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剑留在这里，直到3年以后，他踏破漠北人的王庭，专程回来收回这把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把剑就是他誓要报仇的诺言。还有客房吗？客官，只剩1间房了。1间就1间。咱们孤男寡女的同住1间房不合适吧？孤男寡女，其他兄弟们是8个人睡1间房，你不跟我住，就去跟他们挤，我没有意见。没有其他选择。亲我的时候不是很主动吗？怎么现在怕了？谁怕谁？你等着，等姑奶奶洗干净了就来收拾你。实在不行，认怂就认怂，认怂和吃亏比起来，当然认怂更有性价比。原来睡着了，我果然没看错，还真是千和玉。只能用合适的工具将其打开，不然里面的东西就会被销毁。这里面绝对有宝物。我竟然睡了1整天。毯子做什么？想闷死我是不是？粗鲁、庸俗，还恶人先告状，把你这丑陋的嘴脸遮盖起来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我一个小娘子，到底哪里惹到他了？对我有这么深的成见啊！我们今天要赶到边城，没工夫和你耽搁。你放我下来！我有人权，你不能禁锢我的自由！大哥，你们不是边城守将吗？你们平白无故的抓我一个小娘子，完全没道理啊！你现在可不普通，我们怀疑你是漠北人的细作。欲加之罪，这是欲加之罪。你说对了，可在这里，我说了算。把人看好了。他是你们的头头吗？什么职位？叫什么名字？姑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你想知道我们老大的事情，自己问他去，我可不敢乱说。就一个名字和信息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还是军师说的对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和姑娘待在一起，真是浑身都不得劲儿。那小嘴巴巴的，怎么这么能说呢？我是边城守军里的校尉，我姓沈，名牧。以后你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我，用不着我手下的人套近乎。谁套近乎了？你打听我的信息，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？不止，我还想知道沈校尉，你肚子上有几块腹肌呢？你跟姑奶奶斗，你还嫩着呢。切，长得不错，可惜性格太差。不过没关系，路还长着呢。天黑前必须赶到边城。萧大哥，你家校尉嘴巴这么毒，平时同僚相处，真的没有人揍过他吗？揍他？谁敢揍他呀？
都是他揍别人。也是。这年头都是怂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你叫校尉这脾气，正常人应该也不会和他正面冲突。舒瑶姑娘，我家大人耳力好，你这样说他听得见的。听见就听见，他还能杀了我？萧卓大哥，你就不用吓唬我了，我又不傻，你叫校尉留着我，还真把我当戏做呀？不就是看我有利用价值才留着我吗？我都懂，你说对吧？这姑娘简直和我家军师一样聪明。派几个人守在院子周围，这段日子不能让他出院子。除了不能出院子，其他的，他有什么需求都可以依他。这小子肯定没憋好屁。亚婆，这怎么看起来是喜被啊？我初到贵府，用这花样的被子不合适吧？亚婆，有没有素净点的被子啊？这个不好，不适合。沈墨，你够狠！哎，算了，只是一个被子而已，没有实际意义。亚婆，你做的菜赶上5星米其林了！这白骨精啊，本来是个吓人的骷髅，为了诱惑唐僧，就幻化成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那丫头这几天什么反应？你要听实话吗？你要想再去演武场上练2个时辰，也可以说假话。舒瑶姑娘这几天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，没有尝试逃跑。没有。哼，这倒是奇了。这丫头不像个会安分的。但事实是，舒瑶姑娘不只是安分，还安定的过头了。她每天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开心。依属下看，她日子过得十分滋润。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，舒瑶姑娘今早上唉声叹气的照镜子，说短短几天她就胖了3斤，她怀疑亚婆把她当猪在养。他还真享受上了，还有没有身为阶下囚的自知之明？老大，你去哪儿？去杀猪。杀猪？那小娘子要是知道将军这么说她，怕是又要炸毛了。这是老婆。食色性也，我也算完成了人生的第1步，只可惜在院子里出不去，否则第2步的阶段性计划我也不是不可以开始。果然是商贾小妾，脑子里不是吃就是色。贪吃我承认，但是色那绝对是造谣。我就多吃了你几碗饭而已，怎么，你还要和我算账？你别忘了，在山里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找到的那个古墓里，随便一件东西都够我吃好几年的。
是我失策了。亚婆性格刁钻，向来不好与人相处。我怕她过于刁难你，所以才跟她撒了一个小谎。没想到却弄巧成拙。亚婆这么慈祥温和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好相处？她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可知道我是怎么跟她说的？我又不傻，第一天就猜出来了。哦，第一天晚上，亚婆给我拿了喜被，我起初以为是她搞错了，后来她对我的态度恭敬又怜爱，我稍一琢磨就猜出来了。你呀，肯定说我是你欢好的小娘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实说，你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校尉，但你还是很聪明的。你把我禁锢在这里，肯定是有大用，没准我的作用还会引来其他势力的觊觎。你既要控制好我，又不能让其他势力注意到我，用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来安置我，成本低，还避人耳目。小伙子，你心机不错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许书瑶啊，不过就是比一般人聪明许多而已，小意思啦。我如今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不再是将军府小妾。这时候我不但不能藏拙，还要尽量表现出价值。只有有价值的人才配活着。你有师傅吗？当然有，我师傅是世外高人，精通兵法和堪輿，我只是跟他学了个皮毛而已。和他老人家比起来，我就是三脚猫功夫。能找到你师傅吗？不急。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问。我是不是第一个以你的小娘子身份住进来的女人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好可爱。商贾小妾，果然恬不知耻。该说不说，口嫌体固执的男人还真挺好玩的。哼，敢骂我恬不知耻，真正恬不知耻的事我还没做呢。下次再骂我一句，看我不把你给撂到手。有事，吴太守今夜娶小娘，在院子里宴请相熟的同僚。帖子是前天送来的，您这2日忙，还没来得及呈给您看。让人备份礼物，晚上你随我一同前去。老大，您真要去？为什么？您不是说这种酒色场合容易让我们武将失去斗志？偶尔放松放松也无妨。可您还说要严于律己。我还说过，将士首要遵守的规矩是服从命令。属下不敢。这白骨精啊，本来是个吓人的骷髅，为了诱惑唐僧，就幻化成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舒瑶姐姐，你给我来一下。干嘛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哟，臭小子，搞得还挺神秘。舒瑶姑娘，校尉让我来接您相聚，跟我走。相聚，这说法倒是有些意思。女子以夫为天，舒瑶姐姐，你要多顺着点校尉大哥，男人都喜欢乖巧温顺的女人。一个孩子说这种话，怎么有点别扭？萧卓大哥，在外面请您多照顾一些舒瑶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在校尉大哥面前多替舒瑶姐姐美言几句。等我将来从军拿俸禄了，一定好好孝敬您。老大从来没告诉他们真实身份，每个月都来看望他们，
怎么没见他们这么贴心的对待老大？怎么这个许书瑶才来几天，萧渊居然为了他，都跟我讨要起人情来了？到了，书瑶姑娘，咱们到了。书瑶姑娘，这就到了。心真大，这种情况下还能吃能睡。春欢楼，这里是家青楼吧？紧张什么？男人嘛，我理解的。快点，我还没来过这种地方呢。听说青楼里不只有好看的姑娘，还有容貌俊美的小娈。相公，我亲爱的小相公，我来啦！人家想你了吗？你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，人家以为你忘记我了。我配合你演戏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好歹我也是让你们找到财宝的人，这场戏后给我1000两银子花花。1000两，你还真敢开口？你也知道，我一个商贾小妾被山匪劫了一道，清誉尽毁，如今又成了你名义上的外妓主，这以后的路是越来越难走。我手里不攒点钱，将来怎么活得下去？如果我说你不是我的外妾，而是帮我们找到山中古墓的人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威胁我？合作而已，所以100两，要不要随你？现在该演的戏也演完了，你还不打算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吗？现在告诉你也不妨。我们再找一件东西，什么时候找到，什么时候放你走。那东西在古墓里。在找到东西之前，我一直要以外室的身份待在你身边。对。如果只是探寻古墓，你真的不用关着我。而且，这样短时间还行，时间长了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。所以，你直接用我的软肋来控制我吧。哼，你的软肋，你是指银子？你虽是个不知检点的女人，可到底是我朝百姓，所以，即便我想利用你，却也从未真正伤害过你。可现在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一种慢性毒药，你乖乖听话，事成之后我给你解药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也别怪我，我没工夫和你胡闹下去。你好自为之。走吧，回去了。是我。哎，您大晚上不睡，出来吓我干什么？人送到了吗？送到了，我亲眼看着他回的房间。路上他有说什么吗？舒瑶姑娘和去的时候一样，路上一直在睡。有时候我还挺羡慕舒瑶姑娘的，完全不认床。将军，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如果有个姑娘突然亲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舒瑶姑娘又亲你了？
我是在问你。如果是舒瑶姑娘亲我的话，我能怎么办？人家一个姑娘，不能打不能骂的，那她想做什么就随她吧。明天给他送100两银票去，门口的守卫也撤了。对了，背后嘲笑本公子，罚月钱1月。别啊，公子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这是我家公子送来的银票，谢谢小郎君了。这个好吃，小远你要不要尝一口？舒瑶姐姐，你已经吃了一路了，再吃下去又要肚子疼了。吃太撑了，我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夫人并没有怀孕，日后不可暴饮暴食。哼。跟着大夫去拿药，回来煎给他喝。你怎么还在？你大半夜的用这种方式邀宠，不就是要我来陪你？胡说！谁邀宠了？我是被你喂了毒药，心里害怕极了，这才吓出病来的。害怕，所以从东街吃到西街，吃撑了，肚子疼。哼，没听说过化恐惧为食量吗？我是越害怕越想吃东西，谁知道身体里的毒什么时候发作？万一我突然暴毙了呢？总不能做个饿死鬼吧？有时候我在想，你这颗脑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想法总是和其他人不一样？哼，尤其是这张嘴，巧舌如簧，这么能说会道的，怎么就没得到你家夫君的喜爱，抬你做正头娘子呢？如果不是哑婆，你以为我愿意留下来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独处一室？你敢骂我不知廉耻？狗东西，你不讲武德！天一亮就不见人影，狗男人果然不讲武德。大夫说要想早日怀上子嗣，还得仔细调理身体，最好每月喝一副药，也可以去城东娘娘庙上一炷香。大夫还说了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要多吃鸡医汤和猪蹄汤，这样才足。要是不够，哑婆说她有个偏方，发奶水。我出去走走，消消食。好，阿木哥说以后不管舒瑶姐姐去哪里，我都要跟着照顾你。快点快点，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你慢一点，我都快跟不上了。话说咱们边城守军被漠北人围困山上，我方将士不到100人，而那漠北敌军远超1000人之众，他们用心险恶，给我们来了个瓮中捉鳖。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，我们的守将韩将军心生一计。只见那敌将一刀劈来，萧校尉不退反进，千钧一发之际。舒瑶姐姐，这说书的就是讲的阿木哥哥，我都听好几回了。阿木哥现在名声都快赶上萧大将军了。那不就是我名义上的夫君吗？这个萧将军也很厉害吗？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在萧将军来边城之前，我们被漠北人揍得可惨了，每个村子都被漠北人抢过，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，就连城里都被漠北人杀进来过2回。听说当时血流成河，掩埋尸体就花了10来天。是萧将军带着兵马将边城抢了回来，还把漠北人赶到了城外100里。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战役，萧将军就没输过。血流成河，掩埋尸体花了10来天。那你觉得是萧大将军厉害，还是你阿木哥厉害？必须比个高矮。那还是萧大将军厉害一点吧，毕竟他救的人多，是整个端朝的大英雄。你别忘了，我是喜欢你阿木哥的，所以我当然是觉得你阿木哥更厉害啊。可以啊，这才多久就把小娘子哄得服服帖帖的。你做萧大将军的时候一直戴着面具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全靠身上大英雄的光环才让边城里的姑娘们对你心生爱慕。怎么样，现在被一个小校尉比下去了，什么感受？这难道不是说明，不管我以什么身份出现，
姑娘们都更喜欢我。阿木哥，好人家的女儿不会随随便便把喜欢2个字挂在嘴上，以后在外要注意言行。不愧是你干儿子，你看看我们2个大活人站在这儿，他就看得见你一个人。小萧渊，你是看不到你硕哥？哼，那我都说好多回了，我已经12岁了，再过2年都能上战场了，别在我名字前面加个小字。你什么时候不叫我小萧渊了，我什么时候叫你硕哥。叫什么？硕哥。哎，这不是叫了吗？我叫秦朔，是这城里的首富。你就是弟妹吧？以后阿木这小子要是欺负你，你尽管给我说，我保准给你出气。秦大哥，快坐，我正好有件事儿想和大哥聊聊呢。哦，相公，你别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看秦大哥就是好人，咱们遇上困难了，秦大哥肯定会帮忙的。注意言辞。秦大哥，您是边城首富，人脉肯定很广，有没有认识什么神医，对男子不能人道有良方的？弟妹你放心，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你也是，这种问题怎么能讳疾忌医呢？还让弟妹来跟我开口。你们2个够了！啊！你去隔壁商铺买几样点心，一会儿给亚婆带回去。嗯。哼，一个假外甥，一个假大哥，还真入戏了。要不给你们搭个台子，让你们上去唱一段？你是假的？你也是假的？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一个重要的人？现在和舒瑶姑娘打完招呼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办正事了？什么意思？我猜他要带你见的重要的人就是我。真的是他？厉害，原来他说的那个风水大家就是你啊！还真看不出来，你小小年纪，居然在这方面有如此高的素养。略知一二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好了，长话短说，明日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寻找古墓。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我们会跟随秦社的商队一起走。这次先从边征往北开始寻找，一直到另一座边境城市竹州再折回。跟随商队出行期间，我的身份是秦朔的弟弟高玉，你的身份是我们的妹妹高舒瑶。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我反对以单身女性名义在外行走。我这种集美貌与智慧并全的佳人，会招来不必要的桃花，继而让伪装身份增加被人识破的风险。出门在外，越低调越不引人入目才好，对吧？我觉得舒瑶姑娘说的对。那这样吧，我就委屈一下，让舒瑶姑娘作为我的红颜知己。用不着你委屈。不行。你们还挺默契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我要做她的小娘。你做梦！阿木哥他们呢？他们有事先走了。我还特意多买了一份阿木哥爱吃的糕点呢。奇怪，阿木哥从来不曾不告而别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？放心吧，他没事。你说这是他爱吃的糕点？太甜了。舒瑶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感慨，要是你家阿木哥是个多情温柔的，那该多好啊。舒瑶姐姐，
我阿木哥本来就很温柔啊。温柔？每次小4小5一撒娇，阿木哥就特别温柔。他会给他们买糖葫芦，还会给他们玩躲猫猫。躲猫猫？阿木哥就是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其实人最好了。他呀，吃软不吃硬。下次他要是凶你了，你就哭，他拿哭起来的小娘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害怕女孩子掉眼泪，这下终于让我找到你的短处了。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只希望他能说话算话，事成之后放我自由。阿婆说这一趟回家省亲，得带几样拿得出手的首饰，不能让娘家人以为你在这里受了委屈。阿婆还说，虽然阿木哥现在还没给你名分，可只要你怀上了阿木哥的孩子，阿木哥肯定会厚待你。这一趟你可要把握机会，好好伺候阿木哥。天哪，一个半大的少年对我说这种话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相公，我困了，眯一小会儿哟。我说要伪装成你的小娘，你不同意。现在我假装的是你娘子，你要是推开我，别人会怀疑的。所以啊，你乖的别乱动。阿木人呢？这种香艳密室还是少看为妙。小相公，你家夫人来捉奸了，这可怎生是好？这是在说我吗？原来阿木喜欢这种身材的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好你个负心汉，居然背着我在这里和这个老太婆不清不楚！老太婆，你个小丫头片子嘴巴这么毒，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！怎么样，我反应快吧？这下没人怀疑你们之间的关系了。不过你也是，大白天的就不能忍着点，好歹忍到晚上啊！我牺牲太大，这都见红了。刚才一门心思撕他衣服，挨了他好几记黑拳，这算你欠我个人情吧？夫人，夫人，你以为我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那个夫人。是他自己找到我，然后就这些走南闯北的商贩放纵惯了，路上遇到看顺眼的，只要你情我愿，就会来一场露水情缘。这种女人叫露水娘子。理解，该说不说，就你这相貌，肯定有很多露水娘子瞧上你。不过既然有露水娘子，那有没有露水相公啊？我也挺好看的，万一有露水相公看上我，而那露水相公又有8块腹肌的话，我怕我经受不住诱惑啊。一个无关紧要的棋子而已，刚才就让他误会得了。那个露水小娘子呢？秦朔把人打发了。怎么打发的？这些小商贩跟着我们高家的队伍出来，也是想得到我高家的庇护。既然得罪了我兄弟，那自然是赶走了。天要亡我！
高老板，我们也是边城人，愿将收益的1/4交给高家作为回报，希望跟在商队后面同行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商队里已经有好几个做皮毛生意的商人了。出发之前我们就说好了，商队里不再增加卖皮毛的商贩，所以你们还是另外找商队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过来。轻点儿。娇气，我已经很轻了。身上还有其他伤吗？没有。那该你帮我上药了。这里被抓伤了，快一点。这泼天的福利是他主动送上来的，可不是我不知羞耻占他便宜。好了，我这腹肌比那2个行商如何？那肯定好摸得多。可惜我不是什么露水相公，所以即便我有8块腹肌，也不是你能肖想的。露水相公，还几个？这女人依旧是死性不改。大猪蹄子别跑，我要把你炖了吃。把口水擦擦。有点饿了。哼，看出来了，我这不是被你啃猪蹄的声音吵醒了吗？你大清早的站在我床边做什么？偷看一个姑娘家睡觉，你礼貌吗？行了，吃完饭还得赶路，你收拾收拾后下来吃饭。还好，我年纪还小，正在长身体，吃的比平常人多那么一点点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把贪吃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。秦大哥，你家里有妻子吗？自然有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唉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这句话有时候也不对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因为生了一张嘴，到现在都还没娶上媳妇儿，可怜哦。来，除了看玉学，你师父还教了你些什么？历史。上次我们以少敌多的良策，就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面对同样境的时候使用过的计谋。而我学过的堪舆术，也是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曾经钻研出来的经验。这，快看，是乌青鸟！乌青鸟。乌青鸟建造鸟窝的树枝来源于乌青木，乌青木只有大型的墓室上才会生长，所以周围有大墓。咦，乌青鸟飞过去的地方怎么还有房子呢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能去看看吗？那是送子娘娘庙，你确定要去看看？你该不会以为我假公济私，假装发现了古墓，实则是为了去娘娘庙上香吧？当然，肯定以及一定不是。去娘娘庙上香，我能图啥？你一个商贾小妾，求的自然是母凭子贵。就当是我想去上香吧。就这么想要怀上你家夫君的孩子？相公，我错了，你别摔死我呀！我不生孩子了还行不行
秦叔，我们去一趟娘娘庙。去吧，回头也帮我给送子娘娘上炷香。我这年纪也该喜得麟儿了。男人果然是散发着荷尔蒙的时候才是最有魅力的。不是要去求子吗？咱们动作快点，去抢个头香，没准送子娘娘见你诚心，一次让你下7、8个赞。师傅说了，有贵人在里面上香，闲杂人等现在不能进去，等贵人上完香出来以后，我才能放你们进去。都是来上香的，凭什么把我们拦在外面？就是，快让我们进去！小师傅，你行行好，我不说了，来年就了，你真的别过来了，不能生儿子，来年就休了我！难道我想要你吗？各位婶婶消消气，里面的贵人是沈大将军的夫人。你说里面的贵人是谁？是沈大将军的夫人，是从帝京千里迢迢来边城替将军生儿子的。倒也不用说的这么仔细。相公，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？毕竟是大将军的家眷，咱们惹不起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也好，那就听娘子的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娘娘庙里有贵客上香，现在进不去。贵客？萧将军的夫人在庙里。哦，谁？如果是将军夫人的话，咱们避避也是应该的。沈校尉，说起来，这萧将军正是你的上法吧？对。萧将军为人怎么样啊？脾气好吗？好不好说话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我和萧将军不熟，你问他。你觉得我脾气怎么样？将军和我差不多，脾气好，处事周到，英勇非凡。行了，算我问错人了。看得出你跟萧渊一样，也很崇拜萧将军。不过，就算你家将军千好万好，有一点你可千万别学他。好色！你们别不信，我告诉你们，那萧将军家里的女人可多了。听说啊，最少这个数。好色的男人容易肾虚，肾虚之后哪有力气拔剑杀敌？从长远来说，我是不看好萧将军的。小伙子，你努努力，万一哪天萧将军那啥了，你就是下一个大将军。我饿了，去吃点东西。你好好体会体会我说的话吧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哪里来的姑娘？说的也太有道理了。咱们相交多年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肾虚。我那个将军夫人你安置在哪里了？怎么人到了娘娘庙你都不知道？就没见过你这样的，自己的夫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扔给我。幸亏我为人正派，兄弟的女人我绝不会多看一眼。废话真多。人是你正头娘子，我能怎么安置？把人恭恭敬敬的迎进你后院了啊？怎么都这么多天了，你没去见过？牛！舒瑶姑娘料事如神，目前为止，她只在你身上看走了眼。你呀，哪里是好色，分明是个柳下惠。你也要吃吗？盒子里还有。是婷婷。这块是我吃过的，喂，上面还有我的口水啊！你拿的是什么？给你吃的。卤猪蹄？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从来不吃这东西。买都买了，你要是不吃，就给其他兄弟。秦大哥，你不吃给我吃呗，我最喜欢吃卤猪蹄了。好，你拿去吃，别客气。我说你是不是看上许书瑶了？不是，我就没见你给哪个姑娘买过吃食，你不承认就算了。做兄弟的还是得多说两句。书瑶是商贾小妾，她的身份摆在这儿，你收她进房也不是不行，总归你后院多她一个不多。但是别太上心，我心里有数。
商队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抄近路去娘娘庙，办完事后在下一个镇治会合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今日来得早。赵氏已经走了，还好昨天没硬闯。那边偏殿房檐上挂着的，是不是乌翠鸟的羽毛？我就说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。你来看，这就是乌青树。建造这个娘娘庙的工匠花了不少心思。乌青树生长习性喜阴，只有顶端会长枝叶，主树干都是光秃秃的。你看这个房梁，从这两墙根处开始，一直到窗户的下方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从窗户往外看，就能发现这房梁和外面的枝叶连起来，就是一棵完整的乌青树。你连建房子都会？研究过一点点皮毛，趁着这会儿没什么人，我算算古墓入口的方位。说起来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被山匪绑去的那间破庙吗？记得。那座破庙也建在一个古墓的上方。你当时还说，庙宇建在古墓上，是为了镇压逝者的灵魂。可以啊，我随口一句话，你居然记住了。不愧是年纪轻轻就当了校尉的人，入口就在这里。等等，别动。是蛇！蛇！蛇！阿弥陀佛，施主你们！别抬头。我的个乖乖，年轻人臂力不错，佛门清净地做这种事儿，不怕菩萨降罪。年轻人还是要节制，多添些香油钱赔罪吧。可以下来了。刚才谢了，多亏你反应快，否则我丢人丢大了。古墓的入口就在这个蛇洞的正下方，这是有多大的仇啊！不但修建寺庙镇压，还引乌青鸟和黑蛇这些生灵来祸祸这个地方。反正我们已经扰了佛门清净地，不如干脆扰个彻底。